时隔2年半，幻塔的剧情终于走出新手村了。这段监控视频将颠覆你对幻塔的所有理解，大灾变背后的真相也开始浮出水面。报告，前次等候首长会，请求报告安托利亚总指挥。明白。从这段监控中，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：第一，这段监控是实时拍摄的，也就是说，隔网中有人可以监视着底层世界；第二，监视者知道异病毒体的存在，但有没有应对手段还未可知；第三，裂空被认为是特殊单位，而非隔网内的人类；第四，监视者是有组织的，从报告来看，他们的长官叫做安托利亚；第五，主角在隔网的行动很可能已经暴露，隔网人知晓了底层世界的存在。下面小峰就带着大家一起来彻底剖析 4.2 版本的剧情。没看过剧情的可以去看上一期的全剧情剪辑。要想解开这段监控影像的谜题，首先我们就得知道安托利亚是谁。巧合的是，我真的知道他是谁。在 4.0 版本的分析中，小峰就曾经找到了一份暗网资料，里面就提到了安托利亚，他是联合军的反恐精英，有他在，恐怖组织就不敢造次，但他现在却消失了。起初我认为安托利亚就是失忆的诺拉，不过在新版本的档案中，我们可以看到诺拉的来历，他不知道为什么出现在了地下帮派的场地，在一场拳赛中记起了自己的名字，也就是诺拉，这等于实锤了诺拉并不是安托利亚。现在安托利亚的名字再次出现了，他就是监视组织的总指挥。联邦不仅知道底层世界的存在，还知道异病毒体的存在，但这真的可能吗？还真的有可能。这一切要从元能瘟疫说起。在刚进入 4.0 版本的时候，有一个设定被悄悄地改变了。在演算方舟的研究员对话中，我们得知了元能瘟疫在大灾变之前还有个名字，叫做时空异变灾害。在幻塔的载入图中，我们进一步了解到了这个名词的意义。人类利用元能探索时空的过程中，发现的一种时空灾难。那么问题来了，是什么时候发现的这种灾难呢？利用元能探索时空这项技术是海加德·艾文斯小组的意外发现，发现了元能可以影响时空的稳定性，之后开始了一系列实验，也就是回溯实验。幻塔目前已知的大型回溯实验有3次，第一次回溯时间未知，第二次回溯导致了大灾变，第3次回溯被下作阻止。那么答案就显而易见了，发现时空灾难的时间是在第一次时空回溯，而且这一次回溯对外声称是取得成功的。接下来我们来看时空灾难档案的下一句，无法通过现实物理手段进行隔绝，随后蔓延至全球。这说明对待时空灾难，人类根本无法阻止，只能寄希望于第2次回溯来解决。虽然是无力阻止，但人类也不会坐以待毙。那么人类又做了哪些挣扎？想知道人类的挣扎，就得知道第1次回溯是什么时间。刚巧我们就认识这么一位知情人士，星期3的大姐头诺拉。关于她的来历，大家也充分发挥了各种脑洞。有认为她是在外界经历了大灾变之后意识潜伏在隔网失忆的，有认为她经历了隔网世界的一次次轮回，在这次轮回中苏醒了前世记忆的。而这一切猜测的来源都源自她的角色 PV 发生在诺拉替小弟火药挡子弹的时候，这一幕场景让他想起了上一次挡子弹的时候。随着诺拉的思绪，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元能反应器的核心原点，而且它是在高速运行的状态。之后我们看到了即将倒下的各种战斗人员，他们就是诺拉曾经的战友。画面一转，出现了 DNA 的画面，这段画面大家并不陌生，在沙粒异化的时候同样也曾出现。随后倒下的队员扭曲地站了起来，他们的身体已经开始变化，原点越是运行，队员的状态也就越差，最后终于变成了异化人。随着诺拉的继续回忆，也出现了徽章挡子弹的名场面。对于开枪的人有着2种猜测，一种是内鬼为了破坏掉实验，第2种是面对队友都变成了异化人，心态崩了，胡乱开枪误伤了诺拉。但这些并不是诺拉失忆的原因，后续发生了大爆炸，只有诺拉幸运地活了下来，却忘却了这段记忆。正是这个片段才有了大家上述的猜测，不过这都缺乏证据去佐证。小峰更加认可的是诺拉一直处于现在的时间线。首先是诺拉的身份，能证明他身份的是一直不离身的徽章，徽章的标志和联邦档案的标志是同一个，上面有着2个弹孔，第一个弹孔是在回忆的场景中，第2个弹孔是在救小弟火药的时候。通过慢放可以
以清楚地看到子弹击中徽章的瞬间。这也说明之前的徽章已经有了一个弹孔，不论是认为诺拉意识潜入，还是轮回中苏醒意识，都不好解释第一个弹孔的由来。除非徽章也是跟着穿越过来的，所以诺拉一直处于现在的时间线更符合条件。他和队员在一次行动中接触到了原点的实验，而在这次实验中出现了异化现象，队员都被变成了异化人。在行动的最后，原点和极光工业时一样发生爆炸，之后他失忆来到了亚夏，机缘巧合下帮助牙帮成为了地下帮派的老大，自己也就成了雇佣兵獠牙的称号。之后他又凑巧遇到了被极光工业迫害的小女孩席格，并收她为徒。后来为了寻找自己的身世，加入了星期三。这些便是诺拉的经历了。盘点清楚他的经历，我们就能反推诺拉失忆前的时间线了。安可的父母是在公元2661年被迫害的，之后才成了孤儿，遇到诺拉。所以诺拉失忆的时间同样是在公元2661年之前，原点实验要在幻塔建成之后，也就是公元2559年。所以诺拉参与的最后一次行动便是在这区间之内。这个时间也向我们揭露了一个惊人的真相：异化人早在几年前就已经出现了，但隔网中却从没听过这类消息，这说明有人在刻意的欺瞒着大众。再结合监控的录像，答案就呼之欲出了。诺恩联邦政府欺骗了所有人，他们隐瞒了异化人存在的事实，这在影视作品中并不少见。以生化危机为例，哪怕整个城市都被夷为平地，对外也只会声称是发生了意外，真相不是谁都有资格知道的。为什么我这么肯定诺恩联邦知道真相？那就要看原能禁止法案了。这是一次彻头彻尾的骗局，它不仅欺骗了极光工业代表的传统企业，甚至连支持原能的休德尔电子也被欺骗了。在休德尔圆环的探索中，地下1层有一个密码实验室，输入1206后可以发现这样一份档案。在原能禁止法案颁布后，所有的原能反应器都被安装了监控程序，而申请实验一直都未被通过。之前我们一直以为只有极光工业不被允许新的原能实验，休德尔电子是被特批可以实验的，但事实并不是这么回事。休德尔电子是被推出来的挡箭牌，让大家以为只要努力就能申请到原能实验资格，但真实情况是，休德尔电子的申请也没通过。联邦拒绝了所有企业进行新的原能实验，唯独海加德，因为它本就隶属联邦。从隔网世界中，我们知道有支持原能的派系和反原能派系，现在却发现最反对原能实验的竟然是联邦政府，是不是很震撼呢？但如果考虑到诺拉参与的最后一次行动，就都不意外了，因为早在几年前，联邦就在时空实验中发现了坏人的存在，这也让联邦意识到原能是有危险的。但先进的技术是不可能被阻挡的，也不可能公布异化真相引起社会恐慌，所以便颁布了原能禁止法案，来监控所有的原能反应器，并留下休德尔电子作为挡箭牌。之后，海加德开始全力调查异化的真相，联邦也对底层世界展开了全面监视，发现了异病毒的存在，同时发现的还有控制塔。到此时，是不是感觉剧情有些崩了？隔网的土著竟然发现了底层的世界，那现在的隔网还是历史上存在的亚夏吗？在与诺拉行动中，我们发现消灭了底层的异病毒，表层世界的异化人就会还原成人。这个发现让主角同样对帕洛蒂发起了提问，包括你说的，表层世界出现异化现象，将异病毒体清除后，异化现象随之消失，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。但是现实中呢？真实历史中的异化现象又是什么样的？帕罗蒂，隔网世界确实是真实的复刻了历史上的艾达世界，对吧？没错。隔网真的是过去亚夏的复刻吗？如果隔网的底层世界影响着表层世界，那么现实中是否也存在着底层世界呢？为解开这个谜题，我们就得知道历史中的联邦是否同样知道底层世界。幸运的是，还真的有线索，便是 O49档案。虽然缺少了很多字，但还是能够猜出一些的。基于时空异变灾害扩散全球的现实，世界即将到达崩溃的边缘。这既是隔网世界中联邦政府的认知，同样也是历史中联邦掌握的情况。再结合时空异变灾害不可能被现实手段阻止，历史上的联邦知道异化现象的可能性非常大。之后再看3步走的方案：监管、遏制、复原。监管是指颁布原能禁止法案，
监控所有的元能反应器。那遏制是什么呢？怎样才能遏制异化现象呢？现实手段无法阻止，那用非现实手段呢？隔网的联邦可以监视到底层世界，发现异病毒体。历史中的联邦想要遏制它，也必须去消灭异病毒体，所以联邦知道底层世界的可能性非常大。这里插句题外话，之前幻塔不是说异化是由元能辐射引起的吗？那么现在为什么说是因为底层世界的异病毒体呢？熟悉小峰的老粉丝都知道，我一直都不太支持元能辐射的观点，因为漏洞太大。现在的剧情同样也是否定了辐射的说法，而是改用了更加符合逻辑的设定，利用里层世界来影响表层世界。是不是感觉这个设定很熟悉呢？这不就是《女神异闻录》里面的改新吗？通过窃取里世界阴影的秘宝，从而让表世界的反派完成改新，承认罪行。难怪 4.0 版本一开始就爆出了要和女神异闻录联动了。接下来是3步走的最后一步，复原，这也是O49计划的最后手段。第2次时空回溯计划，倘若前面的监管和遏制依旧阻止不了异化现象，那就只能启动第2次时空回溯了。令人震惊的是，这份计划竟早就开始制定了。在第1次时空回溯发现异化人后，联邦就已经开始着手拯救世界了，而这一切都是在瞒着整个艾达星进行的。能实锤小峰的这一观点就是梅里尔的证词了。剧情特意设定了隔网的梅里尔与现实梅里尔的呼应，通过现实中梅里尔的肯定，我们也得知了历史中确实存在着这份档案，同样的被偷了。不同的是，历史上档案被找回了，隔网中档案还在我们的手里。虽然梅里尔没有看过这份档案，但依旧暗示海加德正在进行实验的可能。这也是为什么小峰会认为诺拉的最后一次行动便是第1次时空回溯，也是异化人的初次登场。不过这样一来，隔网的存在就很诡异了。倘若联邦一直都知道底层世界的情况，那么异病毒体岂不是格索托斯模拟出来的？在这之前为什么没有发生过宕机呢？如果说这之间有什么变量存在的话，那就是奈美西斯了。以前的隔网轮回了无数次，都是为了寻找破局之法，直到奈美西斯出现的这一次，他从外部世界来到了隔网世界，并帮助防火墙一起抵御异病毒体的入侵。所以隔网世界的第1变数并非是主角，而是奈美西斯。从目前情况来看，即使有着奈美西斯的加入，依旧未能破局。于是第2变数的主角就成了关键。莎莉也委托我们要帮助裂空，之后很可能就是我们与裂空站在同一阵营了。同时监测到裂空存在的联邦也会展开行动。如果裂空已经被发现了，那我们同样也已经暴露了。这或许是隔网计划一直寻找的破局之法。不过这些都是隔网内部要发生的事，如果放到现实中，隔网计划又是怎么开始的呢？解开这一谜题，要从奈美西斯的身世入手。他与异病毒体同源，倘若隔网完全还原了历史，他会不会就是大灾变时期留下的手段呢？通过异病毒体改造或者别的方法制造出来专门消灭病毒，兜兜转转这么多年，直到现在才重新回归了隔网计划。这一切都只能期待后续了。对了，给没怎么看过小峰解读的人解释一下奈美西斯入侵格索托斯的真相。剧情里说，由于奈美西斯侵入格索托斯才造成了宕机，但实际情况是在9域发射天门炮的时候，格索托斯先出了问题。怎么回事？不对劲，怎么回事？反应堆的功率在快速下降，这样下去我们就要失败了。随后奈美西斯才接管了格索托斯，并帮助完成了计划。也就是说，奈美西斯实际上是来帮助格索托斯的。奈美西斯在进入前还说了确认对象，说明他之前是知道格索托斯的。确认对象。幻塔的剧情主打一个不要相信剧情。好了，本期就到这里。主角为什么一直摆脱不了追踪？隔网的梅里尔有没有相信主角？局长又在谋划着什么？下期我们再见。关注小峰，带你体验不一样的幻塔。